紫妍离开后，萧炎一行人就回到了星陨阁，得到精品魂因果的药老立马就开始了闭关。其他的人也都在为提升自身实力做准备，而萧炎则开始研究起了地蟒噬心毒的解药。5天后，终于是被萧炎找到了解毒之法。星陨阁后山的一处池子旁边，萧炎正在往池里加入药粉，直到池水变成了淡红色，萧炎在偏头冲着青灵笑道：青灵，褪去衣衫，进入池中吧。你若是能够将这些能量都吸收了，应该能够彻底将等级稳定在斗尊层次。青灵听到这话，先是一愣，随后脸色爆红。萧炎一看他的模样，笑了笑，随后转身表示自己明白，只是因为要随时加各种药粉，所以怕是不能离开了。青灵红着脸，低若蚊蝇般的嗯了一声后，就开始褪去衣衫。萧炎听到入水的声音，才转过头来，首先看到的就是青灵光洁的后背，只是在池水雾气升腾间，隐约有一9头巨蟒的纹身浮现。巨蟒只显露了一部分，另一部分随着青灵的腰身往下藏在了水中。萧炎正想仔细看看的时候，那9头蛇之中的一个脑袋突然睁开了双眼，一股凶戾之气毫无预兆地自萧炎心头暴涌而出。萧炎的双眼瞬间变得血红，一察觉到不对劲，就瞬间暴退了老远的萧炎。好一会儿后，才稳住了自己的心绪，恢复清明。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九幽地冥蟒也不长这样啊！萧炎一头的雾水，只是这满肚子的疑问，也只能等青灵醒来后解答了。青灵彻底解毒已经是7天后了，这段时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灌入进青灵体内，那神秘的9头蛇纹身也是变得越发的清晰起来，甚至那9个脑袋上的蛇瞳都是微微的睁开了一丝。萧炎偶尔会被突如其来的暴力情绪影响，不过萧炎心神坚定，问题不大。青灵彻底苏醒之时，却是给了萧炎一个大大的惊喜。先是一阵能量烟雾布满了水池所在的山洞，随后一只脑袋大小的诡异眼瞳凭空出现，是碧蛇三花瞳。萧炎在看见眼瞳的第一时间就条件反射般的暴退了老远，与此同时腰瞳爆开了，随后就是一道庞大的身影自水池之中暴掠而出，冲着萧炎扑来，竟是一通体暗红的9头巨蛇，蛇头的那18只眼瞳呈血红之色，眼瞳之内的纹路竟同青灵施展碧蛇三花瞳时一模一样。突然意识到什么的萧炎猛然一声厉喝：青灵！那9头巨蛇才生生的在萧炎身前停下，眼瞳之中红绿之色不停的切换，最终还是绿色占据了上风。随后9头蛇的身体就迅速缩小，化为一娇小的身躯从半空掉落。萧炎接住青灵的一瞬间，就感受到了手中的滑嫩与柔软，忍不住的心头一荡，连忙稳住心神后，才朝着青灵望去，道：没事吧？逐渐清醒的青灵望着那近在咫尺的萧炎，先是一愣，随后感觉到腰间突然多出来的粗糙触感，低头看了看光洁的自己，脸颊扑腾一下就红了，连忙挣脱萧炎的手臂，躲在石柱后面穿衣服去了。半晌后，穿好衣物的青灵才红着小脸蛋从石柱后走出。萧炎望着他那脸垂得火红的模样，干咳了一声后，连忙正色道：刚才怎么回事？那东西……青灵将小手搅在一起，闷闷的道：那是远古天蛇的灵魂。注：远古天蛇是蛇类魔兽的祖先之一，拥有着毁天灭地之能，能够算作跟远古天皇是一个等级的魔兽，数量比起天皇还要少。据记载，远古时便是灭绝了远古天蛇。萧炎有些懵，他倒是知道一点关于远古天蛇的资料，可古籍上也没说远古天蛇有9个脑袋呀。原来在青灵体内的是变异的远古天蛇。青灵误打误撞之下，从一个远古天蛇的骸骨里将其灵魂召唤了出来，然后他就赖着青灵啦。青灵的碧蛇三花瞳对他并没有多大的约束效果，他有时还会出来捣乱，不过随着青灵的实力增强，他的抗拒也越来越弱。其实青灵的碧蛇三花瞳本不能控制远古天蛇以及吞天蟒这些拥有王系血脉的顶尖魔兽，可这9头天蛇没有身体，以后若是有好的机缘，说不定青灵真能彻底的控制住它。现在的青灵体内毒素已解，其实力也达到了1星斗尊，若是施展碧蛇三花瞳，控制实力达到4星斗尊的蛇形魔兽是不成问题的。自己的手下又多了一员悍将，萧炎是非常开心的。同青灵出了山洞后，萧炎就前往了星陨阁的大厅，准备跟药老谈谈重铸躯体的事情了。药老表示炼制躯体急不得，得准备一些材料。萧炎左手生骨融血丹，右手天妖皇血晶的表示材料自己早就准备好了，语毕又放出了一句斗宗巅峰的尸声出来。紧随着萧炎而来的风尊者乐呵呵的道：古海的话，我这里倒是有着一具4星斗尊的，是我往年的一个仇家，后来死于我手，怕没人为他收尸，便顺手帮他收了。
至此材料都已齐全，而且都是上上之选，药老恢复往日的巅峰实力不是什么难事。三人商议后决定第二天便动手开始炼制，毕竟谁也不知道魂殿的报复到底什么时候会到。当天夜里，萧炎拿出了自己在遗迹内生生搬下来的3根肋骨，仔细地研究了起来。萧炎将肋骨上的文字全都记住了，却始终不得其法。后来发现骨骼的表面设有封印，萧炎决定用3000连心火烤烤它。最终肋骨在将近10个小时的炼化下，终于是变成了一滩奇怪的暗金色液体。为什么说它奇怪呢？因为它仿佛具备了自己的灵智一般，偶尔间会凝聚成种种奇形怪状。萧炎最终没忍住好奇，用手指戳了戳，结果变故突生，那些液体突然间剧烈地蠕动了起来，然后紧紧地缠绕在了萧炎手指上，一瞬间便是将其整个手掌包裹。与此同时，一股无法遏制的剧痛猛地自掌心中传来，伴随着骨骼挤压的声响传出，疼得萧炎脸庞都变得扭曲了。半晌后，就在萧炎以为自己的手掌会被压碎的时候，剧痛却是戛然而止，那些暗金色液体如同潮水一般沁入其手中，飞快地消失不见。萧炎正愣神的时候，其脑袋便是在此刻轰然一震，随后萧炎的灵魂就来到了一个奇异空间之内。空间里一道身影负手而立，其体内并无半点气息以及斗气传出，萧炎却直觉他就是那位遗迹之内的斗圣强者，而这里应该是斗技之内所隐藏的一处记忆空间。这道身影仅是他的一点记忆残片。事实证明，萧炎的猜测全对，该身影就是遗迹的主人造化圣者。他在将大天造化掌交给萧炎后，就彻底消散了。注：大天造化掌是天阶低级斗技，而该掌法必须经由精灵弦淬炼了手掌才能够施展，否则必遭反噬。对，没错，萧炎误打误撞的就把手给淬炼了。萧炎凭借着记忆，在一遍一遍的摸索与尝试中，终于是成功的完成了第一次经脉循环。在运转完成的那一刹，萧炎体内大半的斗气都被抽蓄汇集在右掌之上。与此同时，与遗迹之内一模一样的恐怖黑芒在萧炎的掌心缓缓浮现。虽说气势远不及斗圣古海的1/1000，但弄死摘星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吧。不知道若是再次遇见摘星时，他看到这斗技，面色将会何等的精彩。萧炎一边恶趣味地想着，一边将手中那核桃大小的黑芒重新转化为斗气，轻轻揉了揉右手，萧炎危险地笑了。第二天清晨，萧炎正式开始为药老炼制躯体，星陨阁的其他成员负责警戒。躯体的整个淬炼过程十分的顺利，萧炎还将抢来的斗圣骨海右臂给药老用上了。之后便是灵魂融入骨海，滋生血肉与躯体融合的过程了。做完自己能做的事情以后，萧炎就琢磨起了怎么尽快提升实力。半晌后，萧炎决定将含有斗圣精髓的骨头碎片全部炼化，用斗圣精髓来洗髓发骨。在3000连心火的加持下，骨海很快就变成了骨灰，3枚拇指大小的乳白色胶状物体随之显现。萧炎将其中2枚装好后，就塞了1枚到嘴中炼化。这炼化足足持续了3天。萧炎睁开双眼的一瞬间，便是直接突破1星，达到2星层次。只是萧炎还没来得及高兴，星陨阁就迎来了不速之客。星陨阁，交出萧炎与药尘，否则今日血洗此处。又是那个讨厌的声音。听到摘星老鬼的声音时，萧炎偏头看了看还在融合的药老，随后头也不回地出了石室。此时半空中，摘星老鬼同黑白天尊正在破坏星陨阁的大阵。就在风尊者准备以一己之力拖住黑白天尊给药尘拖延时间时，萧炎到了，表示摘星老鬼交给他来解决。天妖魁可以拖住一个天尊，至于另一个天尊就由小医仙与天火尊者联手。一旁的青灵却在此时突然出声表示，最后一位天尊就交给我来吧，让小医仙姐姐他们去抵挡住其他的斗尊强者。小医仙愣了一会儿后，以为青灵是为了分担而勉强自己，正欲开口婉拒，萧炎却点头同意了。小医仙皱了皱眉，到底没说什么。他相信萧炎不是莽撞之人，不会毫无缘故的便是让青灵去与一名魂殿天尊对抗。那当然了，青灵虽实力只有1星斗尊，但却拥有着碧蛇三花瞳这种奇宝，而且在他体内还隐藏着远古天蛇的灵魂。确定好各自的分工以后，萧炎就放出了他的11具傀儡，青灵紧随其后的放出了他的护卫们。一切准备就绪，萧炎就让风尊者打开了大阵。双方正面相对时，免不了一场嘴仗。只是这次萧炎还没开始发力，摘星就被自家天尊吐槽了。恼羞成怒的摘星大手一挥，就命大军血洗星陨阁。一切都跟一开始计划的一样，暗金魁对战黑天尊，青灵对战白天尊，萧炎对战摘星老鬼。
与萧炎对战的摘星老鬼内心其实是又惊又怒的，因为他发现才短短1年多的时间，萧炎就能和他硬刚了，这种眼睁睁看着被人超越的感觉可不太好。萧炎此时却感觉痛快极了，之前老被追着打，这种大刀阔斧的正面刚可还是第一次。随着两人交手的次数增多，萧炎越战越兴奋，摘星却是越战脸越黑。这么多人看着呢，他堂堂魂殿天尊却久久收拾不了一个小辈，可不能再拖了。其实萧炎和他打的一样的主意，因为星陨阁的普通弟子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下风，虽说仗着人多暂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可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思维诡异恐怖的两人都打算使出自己的大杀招。摘星使出了压箱底的地阶斗技碎星斩，萧炎则使出了自己刚学成的斗技大天造化掌。摘星一开始时看到萧炎不是放出异火的招式，心就安了大半，因为他觉得只有那一招对他有足够的威胁力。他看到黑色光圈成型的那一刻都没意识到死亡已经在向他招手，直到他那引以为傲的碎星刀在碰到光圈的时候直接湮灭的那一刻，他才反应过来，远古遗迹时自己极度垂涎的大天造化掌竟被萧炎学了去，定是那3根肋骨。这该死的狡猾的混账东西，天阶斗技本来会是他的。摘星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可扩散而来的黑色光圈并没有留给他多少捶胸顿足的时间，即便他反应过来的一瞬间就逃窜了老远。萧炎手印一变间，一股无与伦比的吸力就将摘星的速度降了下来，而光圈扩散的速度却是半分不减，最终施展了一切办法都是无法逃脱的摘星老鬼。终于是在死亡光圈越来越近的压迫感中，像个奶娃娃一样的扯开嗓子嚎了起来：九天尊大人呀，救我！那切力的尖叫声瞬间就响彻了天际，连萧炎都是一愣，竟还有魂殿强者未出手。意识到这一点的萧炎立马加快了黑色光圈的扩散速度，只为在那强者现身以前击杀摘星。然而萧炎失算了，就在光圈快要波及到摘星的时候，一蓝色的身影从摘星身后的空间裂缝中走出，不屑的声音同时响起：废物，被一个小辈逼成这副德行，你还有何脸成为魂殿天尊？摘星被凶得老脸一红，但命更重要不是？连忙冲着蓝色身影叫道：大人，救我！来人虽然很不耐，但还是拎着摘星闪电般的后退，同时凝成一面高速来回旋转的雨幕朝着光圈打去。萧炎铁了心要弄死摘星，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轻易的被救走？疯狂地将体内斗气灌输而出，那黑色光圈只一瞬就突破了雨幕，并将铺天盖地的雨滴尽数吞没，之后速度不减反增，直接就波及到了摘星老鬼的双脚之上。蓝色身影听到惨叫的一瞬间才加快了速度，带着摘星老鬼前窜了一段距离。显然萧炎的疯狂举动以及光圈的威力都出乎了他的意料，回头瞥了一眼脸色惨白如雪，连呼吸都是有些萎靡的摘星老鬼，蓝色身影发现摘星的双脚已经完全被截断，其伤口处光滑如镜，甚至连血液都是未曾浮现半点。好霸道的天阶斗技，蓝色身影在心里暗道，随后就拽着像破布娃娃一样的摘星暴退。他可不想硬接那大天造化掌，可惜萧炎却根本没想过让摘星活着离开。那黑色光圈最终还是在摘星那无比恐惧的目光中波及到了他的胸膛部位，摘星死了。蓝色身影在摘星老鬼生机丧失的那一刻就停了下来，而那光圈也扩散到了尽头，逐渐消散。蓝色身影转身看向萧炎的目光十分的冰寒，随后便是将摘星老鬼那仅剩的躯体尽数冰封，然后击碎。之后才开口道：虽然摘星老鬼失败了好几次任务，也该获得这般惩罚，但这执行的人却并不能是你。我知道你拥有一种堪比天阶斗技的火莲，但这还不够，在本尊面前你不会有机会施展这等攻击，所以还是跟本尊走吧，不要做无谓的挣扎。萧炎看着眼前气息丝毫不比黑晴弱的蓝袍老者，十分清楚自己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够看，但束手就擒是不可能的。当下就是背肩一颤，将那青红色的古翼放出，双翼一震，其身形顿时暴退。九天尊却是缓缓地摇了摇头道：本尊说过，这些没有用。随后九天尊也不知道怎么锁定的萧炎，轻飘飘的一掌就将萧炎拍飞在一处山壁之上，好一会儿才从人形坑洞里冲出来的萧炎抹去嘴角的血迹，吐出嘴中的血沫后，面色阴沉地望着天空之上的那道蓝色身影，他竟没有多少还手之力。
看着那朝他再次抓来的九天尊，萧炎的眼中也是掠过些许疯狂之色。然而就在他准备拼尽全力死命一搏的时候，一只手臂却是从其身后伸出，然后轻而易举的就将九天尊的手掌抓住了。与此同时，一熟悉的声音从萧炎背后传出，想要带人走，你九天尊可还没有这种资格，是药老。九天尊在看清楚药老后，立马就惊叫道：药尘，你的身体实力竟然都恢复了。药尘却是眼神都没给他一个，直接冲着萧炎笑道：小家伙，你先去帮其他人吧，他交给我便好。萧炎惊喜之余，快速的点了点头，随后扭头就离开了，丝毫没有要留下来帮忙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凭着过人的灵魂感知察觉到药老那极端恐怖的气息，明白九天尊对上药老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萧炎很心安的就去研究青灵和天妖魁的战场了。九天尊眼睁睁的看着萧炎离去，虽极度想要拦截，却有心无力，只能嘴硬的表示，即便药尘恢复了巅峰实力又怎么样，还真以为能同魂殿抗衡不成？药老淡淡一笑，不甚在意的说道：今日魂殿大肆来犯星陨阁，你更是伤了我唯一的弟子，这份债总要还一些才是。九天尊见吓唬这招不管用，决定先下手为强，强行挣脱药老的束缚，就拧出一头巨兽朝着药老攻去。结果药老只是手掌探出，猛地一握，就将巨兽隔空捏爆了。随后无形的空间巨手又朝着九天尊攻去。九天尊虽十分敏锐地架起了护盾，但空间之力席卷而开的瞬间，护盾就破了。九天尊直接倒飞了100来米。萧炎望着那占尽上风的药老，微微一笑，随后就准备加入暗金魁的阵营去对付黑天尊。因为经过之前的观察，他发现青灵正借助那远古天使的灵魂之力同白天尊战得火热，甚至隐隐略占上风。如今的局势，只要牵制住这黑天尊，萧炎所在意的人们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只是星陨阁的普通弟子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萧炎正在为怎么不变成光杆司令而发愁时，药老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于是空间巨手再度成型，一巴掌就朝着黑白天尊砸去。正在与天妖魁、青灵激战的黑白天尊虽察觉到了危险，却没有机会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击做出反应，于是天空之中多了2道血红的彩虹桥。随后在众人眼中实力极强的黑白天尊们就在远处的领海吃出了一个巨大深坑。药老见黑白天尊老老实实的在深坑里趴窝，手掌连翻间就是数个空间巨手对着下方隔空轰去。地面上的那些魂殿强者们瞬间就悲催了，之前虐菜虐得有多爽，现在破碎的就有多彻底，在混乱中幸存下来的魂殿强者就慌了呀，连忙想要逃窜出星界。九天尊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脸色阴沉的可怕，随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深吸了一口气后，迅速结出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印，之后一道白色身影就被召唤了出来。老九，没想到你竟然还真的启用了空间御剑。那白色身影缓缓道：少啰嗦，自己看清楚此次的对手。九天尊皱着眉沉声道：来人正是魂殿8天尊裘地。注：裘地曾败于药尘之手，一直耿耿于怀。8天尊看了看不远处的药老，很想知道如今的药尘是否还有着当年的那等威风，于是他同九天尊联手凝成了一个巨大的冰球，从那冰球内弥漫而出的恐怖能量波动直接吓走了众多强者。开玩笑，这等恐怖能量若是爆炸开来，整片山脉都将被夷为平地，他们才不要留下来陪葬呢。星陨阁内，风尊者等人此时也是面色凝重，看着冰球内所蕴含的能量，现在跑恐怕也是有些晚了。难道星陨阁要就此覆灭了吗？那九天尊像是生怕冰球威力不够大一样的，在出手之前又喷了一口心头血加成，随后才将他们的联合杀招与世苍穹推向了药尘。看着闪电般冲着自己暴掠而来的冰球，药尘却是诡异的平静，等冰球掠进其100丈范围时，才缓缓地抬起了手掌。九天尊二人看到药老竟然想要硬接冰球，都是忍不住的冷笑，之后笑容就僵在了脸上。他们看到了什么？药尘竟然将那高速旋转而来的冰球凝固住了，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死寂。九天尊二人懵了，他们2人联手的全力一击，就算是真的斗尊巅峰的强者，也不可能真的说让他停就停的。突然意识到什么的二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与此同时，药老平淡的声音传来：如今的我的确不能发挥10成之力，
但是对付你二人倒是绰绰有余，因为现在的我并非是斗尊巅峰，而是半圣。半圣二字一传出，所有目光都是汇聚到了药老身上。风尊者等人震惊过后，就是一顿狂喜。一旦星陨阁出了一位半圣的消息传出，星陨阁的名声以及实力定会在短时间内暴涨。魂殿日后若是再想灭了星陨阁，也得仔细掂量掂量了。毕竟这名半圣强者还是大陆第一的炼药师。九天尊二人正觉得脖子有些凉的时候，就见药老单手捏爆了冰球。众人望着那徐徐飘散而下的冰屑，都是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那可是足以毁灭这片山脉的恐怖攻击，就这么无了。冰球被毁之时，那九天尊二人嘴角同时溢出一道血迹，感受着体内紊乱的气息，二人那是又惊又惧。八天尊则是多了一些不甘，其实是嫉妒的发狂，又败了，而且是惨败。九天尊愤怒之余，脑子还是清醒的，拉着老八就欲走。这种无力甚至绝望的境地，还是快跑吧。药老看着二人狼狈钻进空间裂缝的动作笑了，随后伸出手掌，冲着二人撕裂的空间裂缝一握，一股可怕的劲风就直接穿透了空间。随后两声闷响就传了出来，与此同时，两道殷红血剑也是从那裂缝中喷射而出，冲着药老暴掠而去。只是那血剑还没靠近药老的身，就化为了血雾。血剑散去之时，九天尊那愤怒的咆哮声透过空间响彻了这片天地。药尘，你等着，我魂殿绝不会善罢甘休。药半圣完全没在怕的好吗？要不是刚刚进入半圣，根基不稳，那两人能跑掉？哼！魂殿退去的3天后，星陨阁突然又热闹了起来。每天登门的拜访者那叫一个络绎不绝呀。此时的药尘为了躲懒，将应酬的事都交给风尊者后，就钻进了石塔。不曾想碰到了同为甩手掌柜的萧炎。萧炎想了想，决定退下手中的戒指，将之还给药尘。药老接过戒指后嘀咕了一句，当初我将毕生所学都留在了戒指中，想必你也学了10之8九，这些东西你留着也的确没有了太大作用，不过这东西对你却是有着大用的。语毕就召唤出了古灵冷火，准备送给萧炎。萧炎自然是拒绝的。药尘见萧炎油盐不进的样子，就不再理会他，直接出手抹去了古灵冷火上的灵魂印记，并将之弹到萧炎面前。萧炎看着眼前脸色有些苍白的药老，瞬间就红了眼眶。古灵冷火算是陪伴药老最久的东西，如今却被他亲手抹除了灵魂印记。药老见萧炎的样子也是有些感触，随后摆了摆手，就催促萧炎赶紧种植灵魂印记。事已至此，萧炎只好收下了那森白火焰。药老见古灵冷火成功入体，就问起萧炎有没有凑齐净莲妖火的蛊图。萧炎十分郁闷的道，自从在黑小玉得过一块后，就再没有半点所获。药老沉思了一会儿后，表示自己会尽力帮忙打探的，随后又冲着萧炎道，有个熟人来星陨阁找你，你要不要见见？谁？萧炎见药老的脸色有些古怪，一时间有些懵。纳兰嫣然。听到药老声音的一瞬间，萧炎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以纳兰嫣然的性子，应该不会没事来找自己，除非云云出事了。纳兰嫣然的确是为了云云的事儿来找萧炎的。当年他们来到中州不久，就加入了花宗，一是为了在尚不熟悉的地方有所依托，二是因为云云喜欢那里的气氛，而且花宗十分低调，只招收女人。云云作为客卿长老，本来是很惬意的，却在一次闲逛中遇到了一位双腿瘫痪的老婆婆。老婆婆毫无斗气，而且脾气很不好，云云却凭着善心和自己的好脾气，成功拿下了她。不曾想该婆婆竟是实力达到斗尊巅峰层次的超级强者。之前云云为她检查身体时，她用特殊手段隐藏起了斗气，临终前她突然将毕生斗气都封印进云云体内，还将玉牌丢给了云云，让其当花宗宗主。云云对当宗主没什么兴趣，安葬了老婆婆就又过起了隐居生活。但花宗的现任代宗主却不愿放过云云这个安全隐患，在第一次从云云这里要走宗主玉牌后，竟第二次找上门来要婆婆留下来的毕生修为。封印已经融入云云体内，若要强行取出，必伤云云性命。因为婆婆临终前做了些安排，那代宗主不敢强取云云性命，于是他欲与云云定下比试的赌约。本来比试是没什么的，代宗主那4星斗尊的实力，云云也不是不敌，但花宗有个奇怪的规定，那就是男女2人可以同时迎敌。那代宗主的队友妖花邪君可是6星斗尊啊！云云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答应了比试。现距离比试仅剩半个月了，纳兰嫣然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找了过来。
萧炎听完这前因后果，虽然很气云韵无脑答应比试的行为，但还是火急火燎地拽着青灵和纳兰嫣然就准备走。为什么是青灵呢？因为天火尊者与小医仙都在闭关，萧炎现在的实力遇见7星斗尊顺利脱身不成问题，而青灵虽说只是1星斗尊，却也有着越阶战6星斗尊的实力。再说了，天火尊者与小医仙留下，也方便药老为其2人提高实力嘛。没错，药老有办法让天火尊者重回巅峰，也有手段彻底激发小医仙的恶男毒体。萧炎临走前，药老现身丢了一枚空间玉简给萧炎，没错，正是九天尊召唤老八用的那一种。到底是自己机遇大危险也大的唯一弟子啊，跟半个儿子也没啥区别了。药尘又密语叮嘱完萧炎，如有机会救助云韵登上宗主之位后，就目送萧炎一行人离开了。殊不知萧炎最后虽点头应了，内心却是狂刷弹幕。云岚宗一事之后，谁知道他还会不会乐意做那花宗之主？几人以一位九幽地冥蟒族强者的本体为坐骑，很快就赶到了花宗。期间萧炎也将古灵冷火之内的抗拒性给彻底的炼化了去。花宗之内，云韵正与那代宗主及其队友对峙，那锦袍女正臭不要脸的为自己以多欺少的行为证明之时，其队友正目光火热的盯着云韵那动人的娇躯。锦袍女察觉到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大，尖着声就让所谓的妖郎同他一起出手对付云韵。就在此时，一道身影突然窜出，随后一把抓住云韵的手，用极其肉麻的语调说道：“小韵儿，我没来晚吧？”云韵的脸瞬间爆红，围观的人看着这突然出现的男子，有些不明所以。毕竟这么多年了，从未见过云韵同哪个男子亲近过呀。你怎么来了？云韵低声道。你有难，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萧炎柔声的道。云韵愣了一会儿后喃喃道：“是嫣然。”随后红着脸将手从萧炎掌中挣脱了出来，略微有些责备的道：“这里是花宗，你怎么还是这么莽撞的乱来？”萧炎却是直勾勾的盯着云韵道：“躲了我这么多年，也该躲够了吧？”云韵正想说话，一个大灯泡突然出声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竟敢擅闯我花宗！”萧炎看了看对面的一男一女，漫不经心的道：“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云韵的伴侣。”锦袍女一听这话，像是抓到了云韵好大一个把柄一样的，立马出声讽刺云韵表里不一。说好的没有伴侣呢？语毕又装大度的补充表示，云韵的伴侣来了也好，那就一起上吧，免得到时候说自己欺负人。但若是败了，云韵就得交出老宗主的毕生斗气。云韵并不想将萧炎牵扯进花宗的内部纷争，想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萧炎却是站了出来，表示比试没问题，不过这比试的价码得改改，既然是赌，那双方都得有赌本。云韵赌上了传承斗气，锦袍女自然也得赌上点什么。锦袍女本来是想耍点花招，奈何萧炎鬼精鬼精的爆出了自家要半胜的名号，导致花宗一老家伙对着锦袍女施压，最终赌注更改为云韵输了交出斗气，锦袍女输了，宗主之位还给云韵。大战开始之际，萧炎对着云韵说道：“你退开一些，我来吧。”云韵很是诧异，对方可是6星以及4星斗尊，萧炎却仅仅只是2星，还要以1敌2，不是找死吗？萧炎看着云韵那怀疑的眼神，并没有解释什么，只是坚定地将云韵护在身后，然后说道：“你也才刚刚斗尊实力，那传承斗气也未曾炼化，交手的话并不会是他们的对手，放心吧，很快的。”云韵看了萧炎好一会儿后，最终是没说什么，选择后退了一步，相信萧炎。萧炎怎么可能辜负他的信任呢？在他后退的一瞬间，他就放出了暗金葵，牵制住了那诡计多端的聒噪女，并在同一时间完成了天火3玄变，随后放出古翼，对上了妖花邪君。拥有古翼的萧炎6妖君那是一套一套的，发现自己根本就追不上萧炎的妖花邪君，气坏了。讽刺药尘只教了萧炎逃跑。众所周知，萧炎一开始放风筝，就意味着他要开始酝酿火莲了。妖花邪君一开始看到萧炎放出4种火焰，只觉得有些奇怪，萧炎体内居然能够同时存在4种异火，并不觉得萧炎有本事给他造成很大的威胁。直到他发现萧炎手里的东西蕴含的能量越来越恐怖，他才开始慌了，想要尽快打断萧炎。然而招式再强，攻击不到目标也是白瞎呀。妖花邪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炎彻底融合出火莲，火莲现身的一瞬间，妖花邪君愤怒震惊之余，隐约有种终于能对轰一下了的舒心。
愤怒是追不上的憋屈，震惊是萧炎竟能以2星斗尊的实力酝酿出这等杀招。妖花邪君为了应对萧炎的火莲，手中硬诀翻飞间就凝出了一将近100丈庞大的巨人，该巨人完全由斗气所凝聚，也是妖花邪君的终极杀招。苍白着脸阴狠地盯着萧炎的妖花邪君，语气森然的道：本尊今日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你像兔崽子一样逃窜半天方才凝聚而出的火莲厉害，还是本尊这气化天地更胜一筹。花尊的那些长老们一看这两人的架势，十分明智的选择架起防护罩。火莲与巨人对撞的一瞬间，先是一阵寂静，随后席卷天地的火焰风暴直接卷上了巨人的身体，巨人慢慢变得虚幻，最终还是爆开了。那妖花邪君在巨人爆开的一瞬间，就是一口老血喷出，随后身形急退，生怕那蕴含着毁灭力道的火浪波及到自己。众多花宗长老架起的防护罩倒是抵挡住了巨人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只是毁灭火浪波及过来时，斗气防御罩却是撑不住了。眼看着广场周围的那些花宗弟子要凉，花宗的大长老终于是出手了，袖袍挥动间就平息了火浪。萧炎，你是想将我花宗毁了吗？天空上那名突然现身的白发老妪望向远处的萧炎，有些无奈的道。萧炎有些尴尬的拱了拱手，表示情非得已，还望莫怪。随后将目光定在了那聒噪女花锦的身上，花锦一副见了鬼的模样，不敢直视萧炎，萧炎却是直接又放出了一火，吓得花锦赶忙认输。此时从远处回来，嘴角还挂着血迹的妖花邪君没敢吭声。萧炎白着脸转头冲着云云笑道：幸不辱命。云云看着萧炎张了张嘴后嗔道：还是这么喜欢逞强，语气之中却蕴含着一种另类的欢喜。突然被塞了一嘴狗粮的大长老随后点名花锦将宗主玉牌交给云云。花锦虽然很不甘心，但还是要脸的。云云盯着面前的玉牌却是有些犹豫，毕竟云云看了看萧炎，萧炎尴尬的抠了抠头道：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记着这些事儿？当初的事没有谁对谁错，我固然灭了云岚宗，可云岚宗也令得萧家损失惨重。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但有些事总得有交代啊。云云听到这话，红着眼咬着牙，就是一转头说道：我才不知道那些大道理呢。萧炎到底是跟云云同居过一段时间的，十分了解云云的性子。换了个角度，用花宗的安定以及花婆婆的期望来说服云云，被精准拿捏的云云妥协了。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小倔强，表示自己只是暂代，若是日后有更合适的人选，大长老同她说便是。大长老连忙表示自己相信老宗主的眼光。聒噪女花锦：好家伙，全当我不存在是吧？花锦不愿让云云安安稳稳的当宗主，立马表示自己多年经营，才让天明宗与花宗有联手之势。如今宗主一换，妖郎也被打伤了，恐怕不仅联手之势得告吹，天明宗或许也不会善罢甘休。萧炎一听这话，立马怼道：与虎为伴，终遭虎食。以天明宗的行事风格，若是两宗联手，花宗恐怕迟早得成为天明宗的另一处分宗。萧炎，你少胡说八道！花锦怒吼道。萧炎没搭理他，自顾自的接着说道：若是大长老不嫌弃的话，日后我星陨阁或许能够成为花宗的一个可靠盟友。大长老一听这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要办胜自然是选他。妖花邪君见自家宗门就这么被放弃了，脸色非常的难看，咬着牙表示：大长老你可不要后悔。大长老眼神都没给妖花邪君一个，摆了摆手道：这便不劳你费心了。自讨没趣的妖花邪君更气了，怒瞪了萧炎一眼后就火速离开了。花锦也没跟上，只是自觉没脸的转身跑到山峰下面去了。白发老妪见着两人离去，目光缓缓扫过全场，随后宣布：云云从今以后就是花宗的宗主了，其命令如有不从者，门规伺候。花宗的弟子们连忙跪伏而下，躬声道：见过宗主。萧炎也在此时凑起了热闹道：恭喜了云云宗主。云云赏了萧炎一个大白眼以后，悠悠地感叹道：真是个冤家呀。云云正式成为花宗之主后，萧炎就让云云帮忙找了一处净室炼化古灵冷火去了。古灵冷火的整个炼化过程，相对于其他的几种异火，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松加愉快了。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药老啦。1个月后，净室之外的3位美女都等得有些许焦灼的时候，萧炎出关了。不仅实力达到了4星巅峰层次，还因焚诀进化成准天阶功法引起了天地异象，一时间整个花宗乌云盖顶，电闪雷鸣。
花宗的大长老一看这动静儿，十分欣慰地笑了，自己的选择很明智呀。星陨阁宗主是半圣，其少宗主天赋不凡，还星月自家宗主，花宗未来可期。此时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玉气立于半空的萧炎也十分的高兴，因为焚诀进化成准天阶以后，他就感受到体内斗气的运转速度比以前狂猛了10倍不止，就连在能量的吸纳、炼化、容纳等等步骤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不用再担心施展毁灭火莲以后就陷入虚弱状态了。你这家伙要在这里发呆多久？一道无奈的轻柔之声在耳边响起，萧炎一抬头就见一绝美的面容。萧炎笑了笑，随后一把抓住云韵的玉手。小混蛋，你耍流氓还上瘾了不成？云韵瞬间就红了脸，有些羞恼的道。又是大庭广众之下，像什么话？云韵心里道。没成想听到这话的萧炎愣住了。天地良心，他刚刚只是想帮云韵看看体内的斗气封印。知道真相的云韵先是松了口气，随后又觉得有些羞窘，就瞪了萧炎一眼。萧炎无奈一笑，然后就仔细检查起了云韵体内的封印情况。该封印十分的强横，凭借云韵的实力想要破解封印，将这些浩瀚斗气纳为己用，那可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花婆婆许是担心云韵若是晋升得太快会导致根基不稳，想让云韵慢慢来，可惜她却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一名8星甚至9星斗尊所遗留的毕生斗气，那可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宝藏啊！要是遇见实力强悍、心思不正的人，云韵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萧炎提议将封印破开一点点口子，尽快将这些斗气炼化。云韵自然是知道萧炎的担心，可他拿封印一点办法都没有。萧炎看着云韵有些懊恼的样子，没忍住笑道：放心吧，封印的事儿交给我来，我会将此事解决后才离开，不然的话也实在放心不下。云韵看了看面前微笑的青年，突然觉得有个人依靠的感觉真的很好，轻吸了一口气，压一下心头的软弱情绪后，云韵轻声道：谢谢。萧炎却皱起了眉头，直勾勾地盯着云韵道：需要吗？听出萧炎不爽中略带怨气的情绪，云韵突然就是展颜一笑，萧炎一下子就被晃花了眼。3天后，云韵的房间内，萧炎准备为云韵撕开一点封印，双指并驱间就唤出了融合了古灵冷火后的新异火，随后就是双指如电，重重地点在了云韵的背上。不曾想异火的高温直接就将云韵背后的衣物焚烧成了一片虚无。感受到猛然间变得凉爽起来的后背，云韵没忍住惊叫了一声：凝神！自己护住经脉，我要破解封印。萧炎凝重之极的喝声随后传来，云韵只得强行压住内心波动，随后迅速凝神。与此同时，萧炎那焚烧着火焰的手指再次点在了云韵的后背上。与上次不同，这次云韵光洁的背部瞬间就出现了一个紫红色的斑点，而一股股极度炙热的火焰就顺着这个斑点源源不断地钻进云韵体内。异火的闯入令得云韵吃痛，连忙运转斗气，将一条条经脉包裹，才略微好受了一些。此时萧炎已经控制着异火抵达了云韵体内的那处封印所在，略作整顿后，萧炎便狠狠地对着那坚固的封印撞击了过去。两者相撞间，云韵的娇躯就是一颤，体内的斗气在此刻剧烈地震荡了起来，一阵阵的剧痛之感不断地从体内弥漫而出。然而这只是开始，封印的坚固出乎了萧炎的意料，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控制着异火，小心地在云韵体内冲击。一道道低沉的声音不断地在云韵体内响起，云韵紧咬着银牙，并未发出半点声音。直到萧炎察觉到他所攻击的那一处封印开始有所波动，萧炎心一横，一咬牙就将一股异常浓郁的火焰送进云韵体内，旋即刮起道道火旋，狠狠地撞击在那有所波动的封印之处。这次的撞击前所未有，强悍的劲气直接从撞击之处弥漫而开，云韵的脸瞬间变得苍白，旋即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不过随着鲜血的喷出，一股极度强悍的斗气波动猛然间自其体内暴涌而出，瞬间就将萧炎触着云韵玉背的手指生生地震了开去。
云云原本微闭的眼眸睁开的一瞬间，前方不远处的桌子直接就爆裂成一团粉末。风已裂开了吗？看到这一幕的云云开心极了，猛地看向萧炎，却见对方神色古怪地看着自己。云云愣了一会儿后，突然觉得有些清凉，低头看了看自己，云云瞬间就将被子裹在了自己的身上，是先前的斗气爆溢震碎了自己的衣物。云云裹好被子，见萧炎还盯着自己，不由得红着脸羞恼的道：“你还看？”殊不知那单薄的被子披在娇躯上，红着脸的模样足以让得不少男人当场鼻血狂飙啊！萧炎干咳了一声后，极为镇定地收回目光，却忘了重启脑子，开口便说道：“这可不关我的事儿，是你自己睁开的。”给云云气的，这混小子占了便宜还喊冤枉。好在萧炎对危险的感知力还是在的，看着云云有发飙的迹象，连忙就转移话题，问云云感觉怎么样了。云云没好气地表示，封印的确被撕出了一道裂缝，从中涌出的斗气刚好在自己所能炼化的范围内。萧炎听后表示那便好，随后又道：“云云还年轻，有了花婆婆留下的斗气，日后若再碰到什么大机缘，说不定能成为斗圣呢。”云云听到这话愣了一会儿后直摇头，自己能够在这些年中飞跃达到斗尊层次，已经是老天最大的恩惠了，斗圣什么的自己想都没想过。萧炎却在此时笑着说道，自己仇家多，而且个个都是凶悍的主，云云若是能够成为斗圣强者，自己在大树底下好乘凉呀。此话虽是玩笑话，却精准地击中了云云，他有些心疼这个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少年。想起魔兽山脉的回忆，云云将自己全部缩进了被子里，轻声地说道：“我会尽快炼化花婆婆的斗气，花宗我也会花心思慢慢的控制。她想成为她的后盾，帮她分担一点点，她一个人背负的太多了。”突然听得云云这有些莫名其妙的话语，萧炎愣了2秒钟后就明白了云云所想，一时间竟然是无言以对。半晌后，萧炎从纳戒中取出一个玉瓶，交给了云云。玉瓶内是离火丹，每一枚丹药里都是有着一丝异火之力，有加快炼化速度和锤炼斗气之功效。交代完怎么使用后，萧炎才道自己要离开，明天就走。毕竟在这里停留太久，容易引来魂殿的强者，到时将云云与花宗拖下水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不过云云日后若是遇见了什么不能解决的麻烦，可以尽管到星陨阁来找自己，云云自然是不舍得啦。不过他并非是不识大体的人，表示自己明白以后只嘱咐萧炎万事小心，并未做任何挽留。望着萧炎离去的背影，云云却是在心里暗道，这么多年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小冤家呀。既然摆脱不了，那便为了你再次尽力一回吧。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